今年的古代玩具，尤其是国甲啊，讲道理确实没少玩，也没少跟大家分享。原以为到年底应该也就差不多了啊，没想到还有高手，也是我非常期待的一款胶甲产品。乐子是小情玩大，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玩牌奇。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近一段时间催更最多的一款啊，有关庙堂出品的金刀阳基业。这包装先聊一聊啊，讲道理很华丽啊，你要不说是玩具，我以为是年货呢，酒品的那种风格啊，用了香槟金加上黑色，很古典，金刀阳基业，甚至还有一个那种野兽兽头的设计啊，金属的材质，口中衔着一把金色的橡皮刀，甚至还有英文名啊 ，Golden Knife 阳基业。上面这个金色呢，其实是一个封套啊，可以直接给它打开。你别说啊，这个挺有仪式感的，弄的。其实这款产品在开定的时候啊，我个人就是比较期待的，当然也会有一些担忧啊，就是因为这款它在美术造型方面太过鲜明、太过突出了，不知道大货是否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还原。实际上手之后呢，我个人觉得它的完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它所想要呈现的那种效果呢，除了古典和传统之余，用了很多的现代风格去处理，很多地方会用更加流畅、流线的那种造型，突出它的一体性和利落的感觉。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三吞肩部啊、腰部啊，这个兽首的造型，在这套铠甲上也进行了一个抽象化的处理，更加的轻薄，整个观感上呢反而更加利落。这个与很多传统的古代兵人是完全不同的。腰带这个部分啊，虽然说能看出叠卸带的一个模式，但是它这种拉长的一个方式，包括穿搭的方式，都是具备一定的现代感或者说现代审美的。甲胄上集成的这些仿皮效果啊，以及分片的设计呢，在色调颜色上也做了很高度的统一。类似于皮革的造型上，又做出了很多那种斑驳呀、褶皱啊，一些自然的磨损的痕迹，做旧拿捏也是符合我的喜好的。当然，除了用了这种现代的描写和手法以外呢，它的一些古典的古风也是我在很多传统的这种古代兵人上没见过的啊。尤其明显的就是铠甲边缘啊，这个类似于包边啊，可以说是仿布料的这个位置，不规则的，但是立体感很强的，效果上是很接近于很多类似于敦煌啊或者古代雕塑、雕像或者神像，包括一些画作会见到的，为这款铠甲增色很多。也能看到它这个边缘部分会附带很多挂坠，这部分也都用了真实的分件去处理，立体感会进一步的突出。如果去除掉这个边缘的部分的话，你会觉得这个铠甲似乎就是一个很刚性、很坚固的那个感觉。但是这个飘荡的立体的效果呢，会为整体这个人物增加一些仙气，算是一个点睛之笔。如果说找一个类似的设计的话，我能想到的就是黑神话里面很多种种的好看的甲胄，同样是有现代那种审美设计的传统古典元素。当然后来我查了一下啊，就是它的这个原型设计师就是有参与过黑神话项目的，这就能对上了啊。看来我这个观察能力还是比较敏感的啊。当然他为了这个艺术形式或者说这身铠甲的一个最好的展示的话，而选用了一个不常规的更加美型的这种身材，非常的修长壮硕的那种，也是用了一个自研的素体。这么完美的一个身材，这么完美的一个比例不多见。当然也因为这种美型的身材会把整个人物拔高拉高，达到了33厘米，很高大的一个身子。在素体与铠甲的搭配还有穿戴上呢，也和我体验过的一些传统的古代兵人不同。我玩过的是用通用素体加增肥衣，结合着这个铠甲调整出或者说填充出来想要的那样一个姿态。这款的话，因为自己做了一个肌肉素体，所以直接穿搭上的话，贴合感就很强啊。就你一眼看上去，这个铠甲贴合度来讲很不错，就是量身定制的那种感觉啊。但是你在后期比如说想要去通过一些增肥衣啊或者填充调整它的身材的时候，这个就有难度了可能需要你再去更换其他素体。
除了铠甲以外，重点说一说它这个头雕的表现啊，也是在开定之初放出官图的时候，大家非常关注的点。两颗头，一颗是青壮年时期，另一颗呢是步入老年的。乍一看的话，两者区别会比较大，但实际对比它的五官构成的话，还是能分辨它其实是同一个人。只不过在表情啊，还有这个神态上有了更大的一个区分。先看年轻的造型啊，端正威武，古典武将应有那种长相啊，就神色上是近似于什么呢？老三国里面张山那种形态，不是俊美的那种造型，俊朗型的。对，剑眉星目吧，我觉得就是形容这个头雕最好的一个成语。然后老年的造型呢，在神态上会多一些权谋啊，或者说深思熟虑那种眯着眼睛的感觉。整体的皱纹呢，包括眼袋啊、抬头纹呐、皮肤的这种自然衰老的感觉，也都会有一一的刻画。胡须的话，能看到一定程度的花白的处理。这里如果说头发能再带一点点白发，那可能效果就更好了。其实老人头我一直在说啊，比这些那个年轻的头雕啊，难度上会更低，所以我个人对这个老人头的要求也会更高。这颗的话，我拿在手中也是很满意，并且呢，没有那种很强的演员感，就是他没有说一定要以某一个演员一定要向他去靠拢那种啊，就自己做出的设计是更多的。可以说是我在古代的产品中，尤其国甲中体验到的，算是那拔尖儿的啊，很棒的头雕。当然，这两颗头在配置上呢，就是没有可动眼，所以基本的神态呢，就只能向前方去凝望了啊，就没有自己去调节的一个余地。这个如果在后续产品中能够介入这个可动眼的话，会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一个体验。对于这两颗头的话，也有两种不同的搭配，一个呢就是全武装的这种戎装戴头盔的一个形态。头盔的话，也是比较夸张的那种帅气风格，尤其是后面这一缕银灰色吧，很夸张的这样能散开垂下来，很帅气的啊，这是纯粹的帅。然后就是两个磁吸的发冠。颜色略有不同，可以根据你想要的方式进行一个日常化的搭配。这里额外说一点啊，这个人的身姿很高，但是这个头雕啊，其实和其他的一些古代产品是相似大小，所以说如果说你闲置一颗头雕的话，也可以再去搭配其他的一些铠甲啊。手型部分啊，总计8枚，皮肤的表现呢，这个细腻程度啊，比如说握拳的时候，那些血管呐、纹路啊，凸显都很不错。其他的服装搭配上呢，有一件红袍。上面也会有一些做旧的涂装，整体的材质呢是这种有点弹力的，像科技布这种感觉啊。边缘的部分也都覆盖了铁丝。穿搭上呢，这里要注意一下啊，你要自己在它这个前胸打出一个结，来让这个自然的垂下来，再通过凹这个铁丝做一些摆荡的效果。上手的话有一定难度，耐心一点能出更好的效果。与之搭配的是这一枚悬挂于胸口的，像是佛牌、观音像啊，全金属，精度不错。这个在悬挂的时候啊，尽量不要让它贴近这个下巴，向胸口的正前方或者下端去垂一垂，观感会更好。然后这个配件我目前在录视频的时候啊，它涂装还不是很完整，据说在最终出货的时候会在这个上面做一些其他的补充。然后说一说武器部分啊，就和这款产品铠甲营造出来那个效果一样啊，也是做了比较独特的一个设计。首先是这把双手大剑，很长，立在这里差不多赶上一个人物长了。我感觉正常拔不出来啊，这个太长了，比人臂展都长，拖着把这个鞘甩掉拔出来啊，很夸张。可能是为了考虑到这个器型很大啊，所以整体材质是用塑料。如果说在刃部加一点金属的话，可能质感会更好。然后是这杆长柄武器象鼻刀，也是我第一次在古代兵人产品中见到啊，很独特啊。前方有一个卷卷的螺旋造型，设计上会有意的弱化一些它的锋利，但是更加显得它很厚重。前后两端是塑料材质，杆子部分采用了金属，这个就和一般的这种胶甲的产品材质差不多。然后是弓箭的这一套组合，分别是弓体、箭矢、箭囊还有弓带。弓的话采用了真正的这种可以拉弦的一个设计，整体的话偏朴素一点。弓带的话就很夸张，
除了本身器型很巨大以外，表面营造那种皮纹效果也不错，巨大的这种花朵造型也非常吸睛，搭配在身上很亮眼。悬挂在腰间的话，甚至可以作为一个铠甲的视觉上的延伸。剑囊器型也很夸张，虽然也是塑料材质，但是营造出来的那种皮料的质感还是很浓很厚重的。然后是这个剑矢部分，为了它的强度考虑，也大面积的采用了金属，整体涂装效果很不错。平时在收纳上呢，直接把这个剑囊打开，插入就行。所有武器除了日常在手中握持的话，也可以和本身铠甲做一个对应的搭载，也是我在相似产品上第一次体验到的一个设计。就是它腰间类似于叠卸带的这个设计呢，是真正兼顾了实用性，都可以按照说明对应的武器进行搭配。所以这个安装体验上，我个人觉得还是更简单了一些啊，因为很多古代产品你要自己再去缠绳缠线呢，或者说绑在这个腰间的，我这个难度上比较低。再一个呢，对应的位置也是依次设计好的，直接全副武装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造型体验。如果你是像我一样啊，就喜欢能够把所有配件集于一身，盒子里能不留东西就不留东西的那种的话，它会给你一个比较舒适的体验。最后是这个产品的地台啊，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多说的啊，正方形的台面上端能见到厂家这个冠庙堂这个 logo。这几个字其实我不太认识啊，但这个还挺好看的，这个正正方方。日常摆放的时候，我个人建议还是多用这个地台啊，因为和其他古代产品一样，它这个甲的重量还是比较大的，尽量做一个支撑。总结一下啊，这款应该是我体验过的最不像古代产品的一个古代兵人，不是贬义啊，因为它的很多设计思路上和我体验的那种传统的古代产品是有很大不同的。风格设计上呢，介入了很多现代化的审美，能在保留传统设计的同时，也能给你一个不同的体验。这主要是得益于我觉得这个厂家在美术方面的功底，很老练的老辣的这种设计啊，同类型的产品中很难找到相似的替代。因为胶甲在设计理念上和金属甲其实有一个很大程度不同，金属甲的话更侧重于铠甲。但是胶甲的话，更多的是在维持铠甲精度的同时，呈现出一个更加完整的人物。这款呢，也通过非常优秀的头雕，让整个人物十分出众，一老一少，跨越时间啊，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而且还是像我说的，还兼顾一定的泛用性，并且呢，为了凸显想要表达这个人物气质吧，开了一个这个新的肌肉素体。素体本身的话，这个可动什么都不错啊。不过胶甲嘛，它在这个甲片的禁锢下，不是很能表现出这个本身的一些动态造型。不过这未来还是有潜力的，就是可以再做一些能够利用这个肌肉线条的一些其他产品。当然，在体验过程中也会有一点小建议啊。一个呢是这个武器部分，尤其是这个长剑啊，确实器型比较大，但是未来的话，可以在设计一些小巧的武器的时候，利用一些金属啊，那样质感会更强一些。第二个呢就是手型部分，这个有点吹毛求疵啊，就是它右手这个部分，如果能再给一些放松手的话，对于平时不握持武器的，会有一个更好的展示。整个2025年也是体验了很多国甲产品，或许要比我之前加起来累计还要多。这里呢，其实对于胶甲和金属甲也是大家激烈讨论的一个地方啊，会有一点自己的心得。个人的理解是，两者其实已经是一个不同的品类了啊。金属甲更侧重的是对于真实甲胄结构上的还原啊，它那些分片呐、金属质感呐，确实是胶甲没法去达到的啊。但是胶甲呢，更侧重于类似于这种影视风格、美术、艺术加工的一个刻画。它本身的那种质感也是你想用金属甲很难以还原的，各有自己的一个定位和方向，感觉说不好会让两边都攻击我啊。但是我自己确实觉得不需要给他们真的就混为一谈，因为一定有很多玩家和我一样，就是两种其实都有设计，都会去玩的，各自其实在自己领域上也都有进步，而且今年可能是我玩多一点啊，体验就会越来越明显。未来不知道冠庙堂会再去创作和设计哪一位历史人物，希望也能保有现在的艺术和美术风格。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喜欢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